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还有2天就进入复活节假期了。周五到下周一，市场的波动性会急剧减小。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在过去2天关于白银的热门的新闻。首先，白银在市场上呢有掀起了一波热潮，这个其实并不意外了，因为黄金跟白银的价格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9。意味着它们基本上是同步波动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当两者的价格在短期背离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投资的好时机了。那现在黄金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其实白银也跟着沾光了。部分的原因就是避险资金的流入嘛，地缘政治紧张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猜测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以及对美元的一些信心的波动，其实这些都把投资者推向了贵金属。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为什么白银不只是一个非常闪光的投资品，但是呢，它在工业领域它的表现其实才是亮点。因为从太阳能电池到电动汽车，再到人工智能技术和国防系统等等，白银的需求正在急剧的增加。在 X 平台上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了，有人指出白银的供应可能跟不上需求。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年初的白银协会的报告当中已经谈到过这一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所以大家一起想想，如果全球越来越注重绿色能源和智能的科技，那白银的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但是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市场对它的关注度似乎并不到太高远比黄金要低。你觉得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潜在投资的机会吗？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那在国际层面呢，印度又传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消息。那通过报道我们知道呢，他正在考虑从美国进口黄金和白银来平衡所谓的贸易逆差了，这个跟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有关。这可能就会对美国贵金属的储备产生影响了，甚至波及全球市场。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了，白银的价格不仅仅是在图表上的一个数字的，它还是国际贸易和经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你关注全球市场，这个绝对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跟踪的一个动态吧，对于白银来说。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吧，所谓的传闻嘛，但是值得跟大家提一下。在 X 平台上有消息称，银行的白银空头合约最近暴增，从3月中旬的2400万份飙升至4月初的3200万份，有人甚至说这是历史罕见的规模。不过这个消息其实就是传闻而已没有被主流媒体证实，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谨慎对待了。那如果属实的话，这可能意味着大机构在压住白银价格下跌，这可能会对市场带来不小的波动。但是遇到这种传闻的话，大家还是记得那句话，一定要多方核实再做你的交易投资决定。所以总的来说，白银现在呢是聚光灯下吧，不仅因为它是贵金属，而且更因为它在工业和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的话呢，所以不管你是投资者、市场观察者，还是单纯好奇的人现在关注一下白银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期。那么在复活节假期，白银潜在的走势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就从技术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我们看到这是白银的周线图的图表。整个周线图在上一次视频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它在一个震荡区间，顶部在 34.50， 底部是在28。上一个星期价格出现了大幅强势的反弹，收市超过了32美元，而这个星期也一度跌破32，也出现明显的大幅的反弹。整体走势就是从区间的底部，甚至说你从区间的中部32美元直接向区间的顶部 34.50 美元上涨，是很大概率的事情。尤其我们看到在日线图的话呢，32美元我重新画一下，在这个位置，自从在周一的时候突破上去了，然后价格在过去几天都是能够稳步往上涨，在右方的这一波上涨的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势的。
整体在假期的话，应该不会有人去再搞事情了，所以价格从这个位置涨回到34.50是很大概率的一个事情。潜在的利润空间也还有将近1.5、1.6美元，还是值得可以考虑继续做一些短线交易的。入市的方式呢，我个人有2种。第一，要么就先破昨天的高点33.10，作为一个潜在入市机会。第二种方式就是再多等一天，等今天价格如果收市价能过了33美元，就是正是另外一个整数关口也被破，那这样再考虑进场也不晚。整体来说，这一波上涨动能是值得我们去抓一下的，因为这里也有潜在的不错的利润的空间。所以对于百亿来说，做短线交易也好，做长线交易也好，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交易的方式，自己考虑一下是适合哪一种的方式更适合你。但是长线来说，白银协会对于未来一个超级周期它是怎么概括的？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呢，看一下屏幕右方的这一个视频，可能对你有所启发。